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 啊。继续我们今天的河口湖行程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次比较不一样，我租了一台机车，打算在日本的道路上行驶哦。从以前我就很想要尝试了。那关于租机车的部分呢，有3个证件一定要备齐。如果你要跟我一样在日本租汽车或者机车，都是一样的哦。第一个就是台湾的驾照，一定要带；第二个就是你的护照。护照也要带。第3个就是最重要的，你要拿你的台湾驾照到监理站申请日文译本，3样备齐之后缺一不可。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，他就会办理相关的手续，就可以牵车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这家是摩托欧克，在日本有很多的分店，你可以上网预约。那你想说不懂日文怎么办？网站是中文的。网站上有很详细的费用，再来就是它连粉专它也是中文的，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就直接问，它回复你也是中文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语言上的问题，你就是在表单上填一填，预约几月几号要租车，那型号都点好之后呢，剩下的你就是到现场来租车咯。那相关的网站呢，比如说它的中文粉专以及中文的网站，我都会附在资讯栏。那其他国家要租车的话，你就要看一下你自己国家和日本的驾照附注规定是什么咯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出发咯。第一次在日本上路难免会紧张，最主要日本是左驾，台湾是右驾。当我骑到马路的时候，老实说一开始真的不习惯，但骑了一段时间后，慢慢的就适应了。我的时速都控制在40公里左右，一来速限就是40公里，二来是对于道路环境还没那么熟悉，除了慢慢骑安全至上外，也少了罚单的风险。我可不想要有吃日本罚单的经验啊。对了，安全帽、手机支架算是配件，需要额外的费用。在日本人生地不熟，很需要导航协助你。手机支架真的不能省，配件的价格你可以参考官网，官网租用的办法和细节写得很详细哦。今天的计划是先到人野八海，然后绕山中湖一圈。河口湖毕竟是郊区，人车相对没那么多，行驶的压力低了不少，所以骑起来是舒服的。你有没有看到远方那座富士山？可惜今天是阴天呐，要是晴天的话，我觉得这趟旅程的景色会更好哦。7月在日本随处都可以看得到绣球花。这段道路两旁都是绣球花，而且还不短呢。每当行驶到不同的地方，就有不同的景色，这也算是机车的优点所在。我们到人野八海了，哇，这一趟骑下来真的很舒服啊！主要也没什么车啦，很好骑。那你可能会讲说左驾会不习惯，其实上路之后呢，很快你就习惯了。那沿途呢，哇，富士山就在前面，超赞的。在整个河口湖其实有5大湖啦，人野八海的附近就是山中湖，这2个点都可以逛。那人野八海算是一个这附近比较知名的景点。那我们停好车之后，我们就去逛一逛喽。这边有一张地图，我们看一下。其实我们已经是在人野八海的范围了啦。然后我们停好车之后呢，我们就走进去。那八海之所以为什么叫做八海呢？因为就是富士山流下来的泉水啊，那在这边涌出来，所以会一共有8个。那有一些池呢比较远，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可以达得到的范围来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差不多可以逛个5、6个池吧。走。我一路走过来看，这里的停车场都是私有的，然后停车费呢，一次汽车是300元，然后机车呢就是200元。
我们到其中一个入口了，这边有泳池、净池、浊池啊等等，反正我们就进去看就知道了。看天然的涌泉长什么样子。一走进来，马上就看到其中一个泳池，我们看一下好了。这个水真的好清澈哦，里面还有鱼哎，各种颜色的鱼，而且每一只都好肥美。这里好热闹啊，好多游客。前面有一个最大的池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个是中池，所有池子当中最大的一个。不过中池它是人工开凿而成的，并不是天然的。当然，水是涌泉，天然的没错，它只是把它范围开凿更大而已。在中池有一个角度很好拍照。我后面就是富士山，那这个角度呢，也是最多游客聚集的地方。那整个中池这样拍过去，后面就是富士山，有没有看到？在整个人野八海，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哦，其他池子你也可以运用你拍照的角度，后方就是富士山为背景。这个就是富士山的涌泉，很多游客在这边装水，装回去喝。中间这个池子啊，我看告示牌的介绍，说有7米深，真的很深呢。好，这边又有一个池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。这个就比较小一点了。哦，这鱼好大！鱼好大，超大只的。这个是净池，我发现在净池的角度更好，人也比较少。刚才在中池太多人拍了，你看背后就是富士山，更大一个，还可以拍1道以内。这里有一个展望台，你想要看到更好的富士山视野，就可以上去。不过它是收费的哦，大概是300日元。我发现走上来之后，它不是只有一个展望台而已哦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进去逛。在整个小花园的环境真的不错，一个池塘，还有日本古时候特有的屋子。然后后面呢，整个背景就是富士山。在这个展望台呢，哦，视野这个是真的不错了，不用担心拍到人头，爱怎么拍就怎么拍。这个池子的鱼可以自由触摸，它真的可以摸得到吗？不过这水真的好冰哦，鱼，我摸到了。哦，这水好冰哦，太冰了。哦，原来其中一池底拔池隐藏在这个小花园里面，我们去找看看吧。又找到一个池子了，底拔池。哦，这棵树好大。好，这里有种很漂亮的花，有黄有橘。我们已经绕1圈了，大概就花15分钟，300日元就看你觉得值不值得喽。这里有个吊子池，我们继续看看吧。
哦，这个钓子池呢，范围没有很大，就这么一圈而已。啊，看完就可以离开了。超大颗的，这边很好买啊。好香，慢慢走，慢慢享用。我们在这边的时间差不多结束了，我们要到下一个点山中湖。那我们今天找到5个池哦，还有很多池没有找到，有机会你们下次来的话就自己找咯。结束人野八海后，马上赶往山中湖。原本计划是要绕湖1周的，店长还特别发了 Google Map 的点给我，是他的私房景点，可以拍到很美的景色，搭配机车拍照绝对值回票价。但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并不是店家要打烊赶着还车，而是我有电车的压力，如果错过了就回不去东京啦。最后就决定原路折返，赶快找到停车场拍个照就结束旅程。下次樱花季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再骑一次。店长的私房景点，我一定要拜访。我们看到停车场就赶快停进来啊！整个山中湖背景富士山很美哦。我原本预计要绕湖1周，可是时间有点不够了，因为我们要赶电车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一下风景，拍拍照，然后结束后我们就折返喽。回到店里面了，今天的机车之旅成功。那整趟路骑起来感觉是非常舒服哦，你就照着速线走就对了。你不要骑在路上，怕说啊会不会骑太慢啊？不要有压力，后面的车不会按你喇叭，反正你就是照着交通规则走，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。那日本的路骑来真的是很舒服，然后不要骑到路肩去，你就是乖乖骑在道路中央就对了。好，再来就是摩托欧克在日本有很多分店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网址附在资讯栏，你有兴趣就点进去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